伟之间的仇恨已经困扰了你们这么多年，现在还要延续在我们这一辈人身上，是吗？宁轩，你说对吗？此事我会调查清楚。在此之前，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。老爷，小姐她又……马儿走了。是啊，这次我们按照您的要求，就没有强行留着小姐。但是老爷，小的有一事不明白，这一回您为何要放小姐回去啊？既然这是她的选择，那我这个当爹的就应该为她做点什么。调转船头，回海方，吩咐下去。 要尽全力保护小姐。是。调转船头，回海方。是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！反复思量，总觉得当年的事背后牵扯甚广。如果是袁定山假扮的你爹，那场大火是谁放的？袁定山作为茶帮的二当家，怎么可能杀自己茶帮的兄弟？对不对？没错。所以这中间一定有蹊跷。会是谁呢？谭王。我爹之所以执意让我走，就是因为林建新已经发现了我的身份。 那你留下来，岂不是太危险了？不光是聂桑榆的事情，还有我茶帮之女的身份，所以走与不走都危险重重。我决定留下来，陪你一起面对。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 季曼，有件事，我一直想跟你说。嫁给我，做我真正的妻子。这是我很早就写好的婚书。虽然说这场婚礼没有3书6聘，没有朋友相贺。 你愿意吗？明月圆缺又一轮，思念凭栏挑灯。没有3书6聘，没有朋友相贺，但是有星星见证。我愿意。我宁宇轩，今日娶季曼为妻。 不管现在还是将来，不管是好是坏，我都愿与他携手与共。我季曼今日嫁与宁宇轩，不管现在还是将来，我都相信他，尊敬他。不管未来是好是坏，我都会跟他携手与共。
我爱你。一碰风月，相思有味，可谓不尽风尘，清醒一瞬。与君共剪星辰，天涯咫尺，携手铸晨昏。一碰风月，相思有味，世事本曾垢不变。情深。水姑娘，水姑娘，鬼白，我喜欢你。我以前是不敢直面于自己的内心，是我不够勇敢，所以才让你受尽委屈。总之都是我的错。我现在想清楚了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，我要一辈子好好照顾你，我要把我的心掏给你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你。水姑娘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一定会做得很好的，我一定会对你好。曾以为在你落雪的怀中，看岁月镜花似一切虚空，让四季沉溺至沉静，人沉溺。我喜欢你。我也是。忘情河流淌潺潺的波澜，有翻卷在我此刻没遇见。一世情缘吹不散，剪不断，注定遇见。大人，听说季曼从海坊外进购了一些瓷瓶，你告诉元老，让他们一个都别进了。若是他不愿意呢？哼，你把这个交给他，他自然就会乖乖听话。这本名册上清清楚楚记录了83个茶帮在逃余孽，个个都是朝廷钦犯。如果把他交给了皇上，别说是元老了，所有在册的人都得死。明白。又要劫船，老大，咱们总不能说这姓凌的小子一直要挟啊？对呀，船我一定要劫。这，把货送到刘家村去。赵虎，送一封匿名信给小梅，让她不用担心，去刘家村拿货。好。爹，你犯的错，做儿子的会承担，一定会给茶帮的叔叔伯伯一个交代。可这是83条茶帮人的性命啊！小玩意儿，来公子看看吧。海螺，快来海螺，青菜，新鲜的青菜啊！看，来看看吧，都挺好的。将军，您让我定请蛟龙帮的人，那个人行事很可疑，应该是去耗血塘了。
林剑星曾与我说过，准备让元朗去劫那个女人的货。难不成他是要派人通风报信？把人给我扣起来，等皇商大会结束以后再放着。是，走。郡主，郡主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郡主，您看，怎么会这样？郡主，奴婢使用了面脂，结果脸就烂成这样了。快把她带下去。是。肯定是哪里出了什么差错。郡主，我们就是用钱公子的配方调制的。速速将那姓钱的滚过来。是。钱公子，这就是你答应给我调配的面脂。宋相怔了，入乡而查。郡主，小人的方子没有问题啊。这种东西怎么卖得出去？会不会是用料和配比出现了问题？给我点时间，我再去调配调配。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一切都完了。郡主，小人还有一个办法，有一剂猛药，用的越多，效果就会越明显。不仅可以快速的提升功效，还可以改善这面脂的色泽。只不过，若是使用时间过长，会产生不小的毒性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这一局我一定要赢。不管是什么东西，都给我加。是，我这就去。这瓶子怎么还不到啊？这再不装瓶真的来不及了。要是咱们下午装不到1000瓶飞晚霜，就真的丧失比赛资格了。不是说了早上就会到的吗？那船应该已经靠岸了呀。对呀，怎么还不来？别着急，说不定路上耽搁了，再等等。小姐，小姐，哎呀，怎么样了？小姐，怎么样？瓶子，咱们的瓶子到了，瓶子全被抢了。被抢了？本来咱们的船已经到了近海，马上就要靠岸了，不知道从哪儿窜出来一群海寇，把瓶子全抢光了。一定又是那个温婉搞的鬼。别着急，我们先想想接下来怎么办。如果没有瓶子可装，那就是自动放弃比赛了。我们那么多心血不能白费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想想，想想。就算他再有能耐，也一定来不及比赛。大人，合格。欢颜水粉铺按时按量提交货品，合格。怎么还不见尊夫人前来呀？莫不是还没做完？香还未燃尽，凌大人还是改不了心急的毛病啊。宁大人，目前整个海方能交出如此数量的，只有我们欢颜，没有第二家。宁大人不早做决定，不会是想偏袒令夫人吧？若香燃尽了，
我自然会宣布取消皓雪堂的参赛资格。但在此之前，任何人都得按规矩来吧。如月郡主，别急，就等着香烧完。宁夫人的自尊心这么强，这次恐怕要拖你后腿了。我夫人不会让我失望。你这么相信你的夫人？凡事期望越高，失望越大。我当然相信了。等你娶了妻子之后，便会明白什么是夫妻间的信任。宁大人，这香快烧完了呀！选拔官，现在是否已能断定欢颜堂是此次比赛中唯一的合格者？本官宣布，本轮比赛欢颜。走。等一下。皓雪堂按时交货，请大人检验。皓雪堂按时交货，检察官，赶紧检查。如若商品合格，一并比试。合格。聂老板真是不到最后一刻不见真章啊！林大人，要拖到最后一刻的可不是我啊！我们早早与瓷窑签了货，却在接货之时被告知，有人突然接手了海方所有的瓷窑，所以无奈之下，我们只能从海上调拨一批，却在靠岸之前被海寇劫走了。林大人，你说这巧不巧？差点就没赶上大会。莫雪，去拿纸笔来。啊，快去！啊，好。
凡购买过飞晚霜的贵宾，可凭飞晚霜旧瓶到本店获取一张面霜兑换凭证，现今日50钱。这能行吗？死马当活马医，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桑葚、木雪，你们带着大家把门口都贴满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街头巷尾也都贴起来。好嘞，走吧，快去吧。走吧，那咱们也去吧。走吧，走吧。还没有人来，再这么等下去，咱们真的来不及了。难道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？小姐，你看，问一下，请问这个空瓶子可以兑换吗？可以。血堂所有的客人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，所以，在所有人的帮助之下，我们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聂老板做得不错，此事情况已经非常明了，只有2家完成了任务，我看可以宣布了吧？本轮比赛比的是制作能力。清心堂未能按时上交货品，淘汰。欢颜水粉铺、皓雪堂直接进入决赛。太好了！如月郡主，这结果可还满意？还没到决赛，结果会如何，我们都无从知晓。好啊，那我们决赛见。眼看就要成功了。没想到这个毒妇竟能化险为夷。大人放心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，绝对不会让欢颜堂输给皓雪堂的。你最好能够做到。大人，那个冒牌聂桑榆的事情，您打听清楚了？有些事情不该你问的，就别打听。大人，还不赶紧去制药！是。大人，属下一直跟踪聂香元，中途见他进了一座寺庙，属下看到他在庙里放了这个东西。李公公，这个是这次皓雪堂参加决赛的新品展颜膏，有劳你了。好。预祝聂老板在决赛中取得好成绩。谢公公吉言。聂老板，告辞。
听说内侍省的评定非常严格，药理、效果、成本、价格都会作为考量的标准。越是这么严格的标准，对我们越是有利。而且展颜膏这次试用效果非常好，拿到冠军肯定没问题的。这次啊，还要多谢你的配方才是。我倒要看看，这回如月又能搞出什么新花样。管他搞什么花样，反正皇上不是要到海方了吗？你又是他亲封的2品高明夫人，他再厉害，总不能在天子眼皮底下干坏事吧？好了，画的不好，你看看有没有3分神似。刺猬哥哥，这画上的人可比我漂亮多了。在我心中啊，这幅画不及你的1/10。没想到，以前硬得像个石头的陶将军，说起情话来也这么动人。我这个人平常不太会说话，不过我觉得这幅画和一首诗特别的配。什么诗啊？雪径胡天牧马还，明月羌笛戍楼间。借问梅花何处落？风吹一夜满关山。这首诗听起来有些悲凉，如何和这幅画相配呢？我常年四处征战，见惯了因战争流离失所的百姓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我都会想起这首诗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我一定要舍弃自己的小家，去保卫天下百姓的安全。直到你的出现，我放弃了自己当初的事业，决定与你组建一个小家。不过请你放心，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，我都会竭力守护的。我还记得读书时，你姐姐也很喜欢这首诗。不如让你姐姐帮我们在这幅画上题诗，就当做是对我们的祝福吧。好。小姐，喝点水吧。好，放这儿吧。哦，姐姐，青云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姐，你看，这是思维哥哥给我画的画，是不是比我本人还要好看呀？我看看，画工倒是不赖，不过比我妹妹差远了。不过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我妹妹喜欢就好。看你现在这么幸福，我就放心了。姐姐，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请你在这幅画上题一首诗，未来呢，我要把它放在我和思维哥哥的卧房里，时时观赏。题诗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放心交给我呀？那当然了，你是我和思维哥哥的媒人，你的祝福对我来说很重要的。那好吧。说吧，题什么诗啊？雪径胡天牧马还，月明羌笛戍楼间。借问梅花何处落？风吹一夜满关山。这是思维哥哥最喜欢的一首诗了。姐姐，你帮我题这一首好不好啊？好。等我跟你姐夫忙完，今天回去我就给你题。谢谢姐姐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
王这一路来到海坊，发现这海坊的气象跟从前已然不同。短短的几月间，宁宇轩就将海坊改换了天地。林剑兴，林剑兴，你的功劳不亚于宁宇轩。之前海坊失手，的确是卑职的过错，但这次决赛，在下已经有了万全的准备。我已经掌握了那冒牌货的确凿证据。这一次，宁宇轩必死无疑。记住，皇上大会一战，你和宁宇轩只有一个能活下来。剑兴，谨遵教诲。那不都是跟你学的吗？爹，聂将军，走，在这儿呢。啊，宁大人，凌大人，林大人，宁大人，这气色看起来有点差，该不会是怕一会儿您夫人说的太难看吧？是吗？凌大人又提前知道结果了呀？宁大人不要血口喷人，一个商号的质量跟口碑不是1天2天就能做出来的。每个品类的冠军，我只是提前预判罢了。品质和质量。这么说，凌大人也看好皓雪堂啊？一派胡言，最后的冠军是谁，一会儿就有分晓。见谭王，你是？臣女如月，拜见舅父大人。哦，你就是如月啊！你出生在大漠，从小身子就弱。你娘回京城探亲的时候，可惜舅舅不在，没见到你。没想到你竟出落得如此标致。你父母亲可都好？都好，他们知道我这次来海坊能见到您，向您问好呢。啊，最近听说你也要参加皇上大会的决赛，我还以为是小孩子闹着玩儿，没想到竟真的在这儿碰面了。好啊，巾帼不让须眉。哎，不过这可是皇上大会呀，讲究公平竞争，舅舅可帮不了你。如月这次参加皇上大会，就是想向世人证明，不靠舅父和父母的身份地位，如月也一样能够出人头地，为祖先争光。好。这不是宁执政吗？刚才光顾着跟我外甥女叙旧了，竟没留意到宁执政和宁夫人。本王这眼力，一天不如一天了。哪儿的话，
见过谭王殿下。啊，宁夫人也要参加皇上大会的决赛。月儿，宁大人的这位夫人呐，无论在京城还是在海坊，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。这回你可有对手了。舅父放心，如月一定会和宁夫人好好切磋，全力应战。看来是场硬仗。放心吧，我们会赢的。陛下驾到！众位爱卿平身，谢陛下。众位爱卿入座。数年前，朕曾经巡视海坊，那时候这里一片荒芜，人迹罕至。可现在的海坊却是一片繁荣的景象，这都是众位爱卿的功劳，朕会铭记于心。此次皇商大会本应由内侍省督办，但是朕执意要来。这件事关乎我朝社稷，也是传播司建立以来第一次举办皇商大会。朕宣布，皇商大会决寿封宴正式开始。决寿封宴正式开始。自陛下下旨开设传播司以来，海坊和亲海晏，八荒竞凑，万国咸通，实乃天下百姓之幸事。今日皇商大会总决选，正是圣上有意增进皇室与民间之沟通交流，选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，成为新一任皇商，并由皇商选出一位胜出者为海贸行会的总会长。经过内侍省的一致认定，已经决出了各个类别最终的冠军。接下来就由我来宣布面之类最终的冠军归属。面之类入围决赛的有海坊欢颜水粉铺、海坊好雪堂，冠军是欢颜水粉铺。谢陛下。宁夫人，承让了。恭喜如月郡主了。你这手怎么溃烂得如此严重？没事。陛下，臣妇有话要说。你讲。刚刚我看到如月郡主的双手溃烂严重，所以想着臣妇的飞碗霜可以消肿止痛，是否可以赠与如月郡主几瓶？多谢宁夫人，有劳你了。哎，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欢颜的产品也有消肿止痛的功效，怎么郡主没试试看？别多管闲事。是不敢用，还是产品有问题？宁夫人，请你不要血口喷人。陛下，臣妇研制书横高多年，所以对市面上面脂的成分都有了解。其实大部分的面脂当中都含有少量的水银粉，因为这样可以让皮肤更加白皙、更加透亮。不过，若是水银粉过量，则会使人中毒。所以，不知如月郡主这双手，是不是也是因为……我的手只是普通的花粉红疹。花粉起疹只会红肿而不会溃烂至此，这明明就是水银粉中毒的表现啊！所以我大胆猜测，如月郡主的双手是因为用了水银粉过量的面脂，所以才导致中毒。聂桑榆，陛下面前岂容你信口雌黄？陛下，现在已经无关胜负，只是若此后海方的面脂行业皆以此次夺冠的产品为标杆，使用大量的水银粉，那么长此以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，臣妇提议，若是如月郡主问心无愧的话，我们当场验证；若没有问题，也好还你清白。剩下的心转眼间深秋的夜，行路上谁曾月下流连？最深故事藏进了嘴间告别，擦肩后留下梦中相见。风卷落叶追不散，岁月长街，炽热的思念从未冷却。两颗心在邂逅，伏笔了眷恋，四目相望，要怎么形容才真切？那一生陪你轻描，陪你淡写，用相随换你回眸，换你笑颜。第一次的诺言，画很久的一眼，漫天烟火中因你心的长夜。一生陪你轻描，陪你淡写，陪你渐渐，这样与你情深，与你缠绵，与你延绵。初识那天，天荒那年，心愿终究为终会，永不灭。心愿终究为终会，永不灭。